僵尸毁灭工程4.2版本中农业种植大改，农作物的种类多达50多种，我们可以通过种植各种各样的农作物获得想要的蔬菜、水果、草药以及制作材料。在沙盒设置的环境设置选项卡中，可以设置农作物的生长参数。这里有几个选项需要着重说明一下，首先就是农作物的生长速度。如果这里不设置的话，那么按照默认的设置，一些农作物的生长速率会非常的慢，比如迷迭香，它的成熟时间是1444个小时，小时是游戏里的小时数，换算下来在游戏里需要经过长达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全成熟。还有大蒜，成熟时间是1152个小时，换算成天数的话也就是48天。如果默认设置1天1小时，那在现实生活中要在游戏里连着玩2天2夜才能等到大蒜成熟。你要设置成1天2个小时的话，对应现实中的时间就得加倍了，所以这个收获的周期是非常难熬的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设置，增加这里的数值可以快速的收获。室内种植死亡如果启用的话，室内是无法种植农作物的，这个也得看个人的喜好来设置。农作物的生长季节在新版本中，农作物的生长呢会受到季节的影响，默认的设置是开启的。不同的作物有适合种植的季节和不适合种植的季节。对于农作物种植方面也有一些改变，我们必须要阅读种子包装袋，那才能了解什么样的种植方法，然后才能够种植。不阅读是没法种植的。现在拆开种子包装袋只能收获几粒种子。农作物一般有6个生长阶段，不同的农作物也有不同的收获阶段，大家可以在我的表格数据中查询到。部分作物的种植无需种子，可以直接拿着果实来种植，比如土豆、大蒜还有玉米。麦子这类谷物需要打谷后可以获得种子拿来种植。此外，车辆的碾压还有丧尸的踩踏都会直接破坏农作物。还新增了一些病虫害以及鼠患，老鼠也会危害你的庄稼，所以大家要照看好自己的农作物。其实4.2版本相较于4.1版来说，本质上是新增了大量的作物以及一些季节和虫害的影响，大部分可以通过沙盒设置来调整，主要是默认情况下会有季节的影响。如果你实在不适应这个季节的设定，完全可以关掉，这样冬天的话你也可以种植农作物了。还新增了很多的农具，种植变得更加的复杂，但本质上其实并没有多少的改变，一样需要翻土和种植，只需要多多注意农作物的生长周期，还有水量以及月份即可。关于农业方面的小知识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你。